唐末五代，干戈相寻，群雄竞逐，列土为王。今天的开头第一段，咱们来说个人不如狗的小故事。公元901年，当时的唐朝皇帝昭宗李晔被宦官韩全会劫持到了凤翔。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挟天子以令诸侯，很快呢，招惹来了东平王朱温、朱全忠。李茂贞和朱温双方由此展开了一番交锋，结果是关中第一强藩被中原第一强藩只打得是连连败退。最后李茂贞呢，只能固守凤翔。朱温围困了凤翔城半年多的时间，这凤翔城里的李茂贞啊，弹尽粮绝，老百姓们呢，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城中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有那个饿到奄奄一息还没死的，很快也就会有人过来拉到屠宰场。这个市场上啊，人肉卖到100文钱一斤，而狗肉呢，则卖到500文一斤。李茂贞一开始啊，还能搞一些狗肉来给这个皇帝昭宗李晔去吃，后来呢，连狗肉也没有了。这个昭宗李晔啊，每天只能喝粥度日，身边很多的宫女和宗室成员也被活活饿死。唐末的凤翔围城战就是惨到这么个情况。这个期间，人在城外的朱温啊，因为凤翔久攻不下，想要退兵。他身边呢一位亲从指挥使劝他说：“天下英雄窥此举一岁矣，今茂贞已困，奈何舍之去？”说天下人啊可都看着我们呢，现在好不容易困住了李茂贞，怎么能说走就走呢？除此以外，这个人还给朱温啊献上一计，招募死士前去诈降，顺便啊跟这个李茂贞说，城外大军已退，只留下了一些老弱病残守营。李茂贞的大军只要一出城，咱们这边事先埋伏好的这人马啊，就够他老小子喝一壶的。李茂贞最终呢，还真就上了当，大败亏输之后，也不再坚持固守，开始派使者去和朱温议和。朱温成了这一场战事的大赢家，这一条派人诈降又引蛇出洞的计策，成了朱温最终获胜的一大关键。那么献上这条计策的这个人，在后来呢，也具有处于四战之地的荆州，以一方周旋在远近各国之间，或战或和，系中原于股掌之上。他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位主人公，五代十国时期势力范围最小的荆南政权的建立者高季兴。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23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有一些观众啊，对我的繁体字幕感到很不理解，甚至还有私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那么今天呢，我想专门说明一下，大家所看到的烽火赵东南的每一期的节目，目前是由我个人独立完成。那么每期平均40分钟的这个视频啊，从查阅资料、撰稿到录制剪辑，需要前后花费近1周的时间。说老实话，我不希望我的心血啊，因为一个字幕影响到您的心情。如果确实是觉得已经构成一种障碍，建议您啊，咱们还是随缘吧。烽火赵东南目前所有视频首发是在 YouTube，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来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荆南在五代十国中是比较特殊的，它既没有像前后蜀、南北汉、吴闽、南唐那样去称帝一方，也没有像吴越、马楚那样有王国体制。那么一直以来只有藩镇体制的荆南，为什么会跻身十国之中？开局只有一座残破不堪的江陵城，实力最为弱小，在战乱不断的大环境中，他们为什么能够得以存在50余年呢？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有关高氏荆南的故事。高季兴其人啊，原名叫高季昌。据他自己在发达以后的说法，他是南北朝时期东魏名将高昂、高敖曹的后人。不过高季昌的少年时代实在是没有一丁点贵族范儿，
已经穷困到需要卖身为奴才能糊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把他攀龙附凤的这个说法当真。高继昌和梁太祖朱温是名义上的孙子和爷爷的关系。按照史书的记载，朱温在坐镇汴州的时候，当地呢有一个名叫李让的富商，因为捐钱捐粮表现十分积极，被朱温收为义子，改名朱有让。这朱有让本人没有太多可以说到的事迹，但是他的家里面有3个奴仆，却在后来显贵一时。都有谁呢？董璋、孔循、高继昌。孔循之前在后唐明宗李嗣源那期是有所提及的。董璋在后唐灭蜀之后，曾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坐镇一方，骁勇善战，结局很惨。咱们在下一集聊到后蜀的时候，会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那么高继昌呢，是有这么一天，朱有让前去拜见朱温，在一众奴仆当中，朱温看到高继昌面相不俗，当即表示赐他姓朱，吩咐朱有让收他为义子。这一年的高继昌26岁，他的干爷爷只比他大了6岁。此后高继昌以元从身份追随朱温，征战四方，屡立战功。随着独霸中原的局面渐渐形成，这朱温呢开始腾出手来对付长期与自己对立的赵氏兄弟。简单说，就是当时有个叫赵匡宁的，具有山南东道，他的弟弟赵匡明具有荆南。赵氏兄弟和朱温互相看不顺眼。到了天佑2年朱温派大将杨师厚攻伐荆襄，一举拿下唐、邓、傅、颍等7个州，进而攻占襄阳和江陵。赵氏兄弟一个投奔了南吴，一个投奔了前蜀，荆南自此被朱温掌控，并任命杨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贺圭为荆南留后。转1年的10月，朗州的雷彦公举兵进攻荆南。那么贺圭呢，选择闭城自守，朱温对此很不满意，他认为贺圭胆小怕事，太过于保守，于是让贺圭下场休息，换上了当时的颍州防御使高继昌，并派遣驾前指挥使尼可福领兵5000去协助。那么高继昌呢，自此得以入据荆南。五代诗补中既有高继昌的这样一则小故事，说他有一次跟从梁太祖出征，到达客栈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有一个老妇人拿着蜡烛出门来迎接高继昌，对他十分的恭敬。高继昌感到很奇怪，老妇人说，我刚才梦到有人敲门，让我赶快起来，说有裂土封王的人来了，等我洗漱完毕，刚刚打开门，您就来了，这说明您就是裂土封王的人高继昌听了以后呢，就很是高兴。后来他来到荆南，果然封了王。这一段记载我们现在看来未必属实，极有可能是后来高适自行杜撰的，无非是为了表明其裂土一方那是上合天心神明所欲，从而为高氏荆南政权的存在寻找可靠的依据，和高继昌自称是高王后人一样，这些都是有意标榜自抬身价的把戏。这样做的目的也都是为了给高氏荆南的统治提供更加有力的舆论支持罢了。在高继昌受命出任荆南留后之前，荆南的原管诸州已经被周边的势力分割殆尽。名义上他是荆南留后，实际上荆南镇原有的8个州已经丢了7个，只剩下一个荆州。十国春秋中记载，荆南旧统8州，西昭以来数为诸道蚕食，继昌治为江陵一城而已。开局只有一座城，这在五代十国南方几个政权当中几乎是个标配。然而从始至终势力范围拓展极为有限的，高继昌绝对是独一份。那么荆南这块地盘，它的原统8州都包括哪里呢？为了便于理解，让我们来看一下荆南本来的面目。荆南镇在设置之初领有荆里、朗峡、夔中、归万这么8个州，大致范围包括今天湖北荆州以南
宜昌以及重庆东部、湖南常德北部这么一片区域。在京南的这8个州里面，除了荆州、江陵以外，其他几个州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朗州土豪雷氏父子占了朗州、李州，西川王建掠取了夔中、万归峡。了解了一下京南的大致环境啊，咱们再来简单聊聊唐末5代的荆州辖境。荆州当时的范围啊，大致相当于今天湖北荆门、当阳以南，枝江市、松枝市以东，钱江市、石首市以西这么一个区域。服务荆州者，全处之中也。北有襄阳之壁，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源。荆州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战略要地，是东西水运和南北陆路的交叉点，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也正是因为这一层原因，自打唐末乱起，荆州、江陵长期遭受战火的冲刷。最惨的时候是程瑞入主荆南的时期，城中百姓只剩下17户。尽管经过程瑞的治理大有改观，但是在高继昌入主之时，因为经历了太多次战火的摧残，仍然不可避免早已经是满目疮痍，凋敝不堪。那么面对这么一个位置险要的烂摊子，高继昌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励精图治。经过他的一番治理啊，这个荆州的局面得以改善，召集离散，流民归附。公元907年，朱温、朱全忠废掉唐昭宣帝，建立后梁，改元开平。高继昌呢，被擢升为荆南节度使，荆南成了后梁的方阵之一。后梁建立之后，荆南仍然没有摆脱战争的阴霾，外来侵袭中首当其冲的莫过于朗州的雷彦恭势力。开平元年的6月，雷彦恭联合了湖南的马殷，出兵进逼江陵。高继昌屯兵在公安，断其粮道，暂时打退了来犯之敌。时隔不久呢，这雷彦恭卷土重来，高继昌再次将其打退。后梁太祖朱温下诏削夺了雷彦恭的官爵，同时呢，命令高继昌和马殷予以讨伐。最终高马双方联手打跑了雷彦恭，来自朗州雷氏的威胁被消除了。为了避免过去程瑞和赵匡胤的覆辙，面对四周强敌环伺，高继昌呢依附于后梁，或战或和，利用求和的手段多次化解灭顶之灾，使得江陵免遭涂炭，高氏的根基也逐步得以稳固。后梁太祖朱温在位的末年啊，纵意声色，诸子争宠，朝政日稳。看到这些，高继昌割据一方的这个野心啊，渐渐流露出来，把一个义城节度使当得越来越用心，积极经营自己这1亩3分自留地。高继昌以倪可孚为大将，梁震、司空勋、王保义等人为谋士，周旋于比自己强大的梁吴楚蜀之间，谋求自立。由于地盘小，资源极其有限，高继昌不得已干了一件缺德事儿。他下令把江陵古城周边50里以内的所有墓葬全部拆除，拆下来的木砖等一应的建筑材料直接送到城防施工现场，合理利用。就这样，没过多久，一座坚固的江陵新城拔地而起，只是产生了一点点副作用。据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夜幕降临，江陵城就能看到飘来飘去的鬼火，如果竖起耳朵还会有似乎是孤魂野鬼的哭泣声不断传来。转眼时间来到乾化2年的5月，颖王朱有圭弑父篡位，君王朱有贞依靠禁军夺得帝位，是为后梁末帝。后梁王朝的内讧发生以后，高继昌跋扈之态愈以彰显，厚敛于民，招拒亡命。很快在这一年的12月，高继昌声称要出兵助梁伐晋，可是打的却是后梁自己的襄州。结果呢，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晴击败。从此以后的高继昌公开与后梁断绝关系，不再朝贡。尽管他藐视朝廷，公开对抗，但是后梁末帝朱有贞无可奈何，
只能是好言相劝，并在乾化3年8月封高继昌为渤海王，赐以衮冕剑佩。这种僵持的状态大致持续了5年的时间。到了真明3年，出于自保的考虑，高继昌重新修复与后梁的臣属关系，继续称臣纳贡。不过这个时候的高氏荆南已经不是后梁王朝所能控制的藩镇了，而是正在加速向独立王国的目标进化，割据一方的这个态势已经渐趋明显。公元923年，晋王李存勖攻灭后梁，建立后唐，改元称帝。梁唐一代让各地的诸侯感到震惊。按理说高继昌本是后梁太祖袁从老臣，梁晋之间视为仇敌，结怨很深。高继昌应该没有改图的可能。然而事实呢，却截然相反。高继昌对李存勖和他的干爷爷朱温有一样的想法，爷俩都认为李存勖这小伙子是大铁棍子捅蛤蟆，那是顶呱呱的。为讨得新主欢心，为了避李存勖祖父李国昌的讳，他赶紧将本来的名字继昌改成了继兴。恰逢李存勖下诏让四方诸侯入京朝觐，司空勋等幕僚劝高继兴进京，高继兴自己呢也有意前往，唯独他的谋士梁震认为不妥，并说了这样一番话，说朝廷自反正后有吞并诸侯之心，若我善假以自守，有恐不保其地，况敢抛弃军国，千里入晋哉？且又今之诸侯为梁朝旧人者，为公耳，安知朝廷不以仇敌相待耶？幸望图之，无使怀王之患复见于今日也。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后唐有吞并天下之志，咱们守着老家严密戒备都不一定能自保，四方的诸侯只有您是前朝旧将，我担心您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可长点心吧，搞不好您就是第2个那楚怀王。不得不说，这梁震是很有见识的，这是权衡各方利弊关系之后而得出的十分睿智的看法。但是高继兴在考虑再三之后，仍然觉得应该入朝觐见，于是呢，留下儿子高从诲守江陵，自己带着大批行贿用的金银细软，领着300个护卫前往洛阳。在洛阳期间，李存勖曾就伐吴还是伐蜀试探高继兴的意见。今天下富固不服者，为吴与蜀耳。朕今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险阻，犹难之。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征之，卿以为何如高继兴这个时候藏了个心眼儿，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他强烈建议李存勖伐蜀，并说了这样一番话，说臣闻蜀国地富民饶，获之可见大利，江南国贫地狭民少，得之恐无益，臣愿陛下视吴先蜀。说蜀国比吴国更加富有，您应该先伐蜀。这李存勖听后呢，很高兴，用手轻拍高继兴的后背，以示亲密无间。高继兴当天回到住所以后，马上让绣工在自己的衣服后面绣了一个手掌印，以此表示荣耀。君臣相欢其实只是表面。过后李存勖呢，有意将高继兴扣留，在谋臣郭崇韬的劝说下，李存勖才决定礼送高继兴返回江陵。高继兴得到自由，不敢有一刻停顿，立刻带着300护卫纵马南奔。在路上，这高继兴对左右说这次出行犯了2个错误，我来觐见他是第1个错误，他又放走了我是第2个错误。这高继兴一行呢，到达了襄阳之后，山南东道节度使孔晴将他接进城，盛宴款待。但是高继兴内心很不安，当天深夜就带着亲随冲破城门，逃出了襄阳，继续向南狂奔。当他狼狈逃回江陵，见到梁震的时候，激动地握住梁震的手，说我不听君言，差点就葬身虎口。
虽说这一次出行充满了风险，但是高继兴在洛阳的所见所闻，却使他近距离感受到后唐凌人宦官的贪得无厌，以及李存勖本人的狂妄自大、不恤下情和游猎无度，从而更加坚定了割据的念头，继续修缮城池、加固城防，囤积大量的粮草物资。同时呢，趁着后梁灭亡，大量招募援梁朝的军人，让荆南的军力在短时间内大大提升，增强了独立于一方的本钱。同光2年的3月，后唐封高继兴为南平王。次年9月，李存勖派兵伐蜀，高继兴先后2次奏请收复夔中、万归峡等荆南原管的辖郡。虽然后来得到许可，但还没来得及下诏，李存勖就被杀了。明宗李嗣源继位之后，高继兴再次奏请，为了避免这个家伙在南方搞事情，李嗣源呢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有一个条件，夔中万这3个州的刺史必须由后唐政府来任命，南平王不能插手。这项附加条件让高继兴很不爽，心想老子当了这么些年义城节度使，终于多了几座城池，还他娘做不了主。你不是不让我做主吗？那我就只能采取一点更加直接有效的必然措施。半年以后，高继兴集结军队，突袭了名义上归自己管辖的夔州，并且对后唐的军队大开杀戒。拿下夔州，又马上逆江而上，夺取了李嗣源许给他的中州和万州。到这个时候荆南已经达到了势力范围的巅峰，高继兴的实际控制地盘增加到了7个州。他终于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遗憾的是所管辖的州郡仍旧没有超出个位数的范畴。有了这一次和后唐撕破脸皮的这个经历，高继兴呢索性放开手脚，不再有所顾忌。当初李存勖在灭蜀之后，下令将蜀国王室积攒下来的金银全部熔了，制作成金砖、银砖，每一块砖中间穿孔，再专门安排2个人扛着。那么这一批总价值高达40万贯的财物，计划是先走水路运出蜀地，然后呢再送往洛阳。结果在途经高继兴的辖境的时候，高继兴直接派兵截住了负责押运的队伍，抢走财物，将押运人员全部杀死灭口。这起极其恶劣的大案在发生以后，后唐朝廷派专人来到江陵进行调查。高先生，关于蜀地那批财物在您的辖境被扣留，我们希望您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高继兴回答说，话不能这么说的啊，船队的确是在进入三峡以后消失的，但是大江茫茫，上下千里，多的是险滩激流，你们如果想知道这船帆人亡的具体原因那应该去问长江的江神嘛，我怎么可能知道呢？强抢3州，又强行霸占国有资产，过后呢还死不认账。李嗣源得知以后是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既然你这么蹬鼻子上脸，那就休怪我不讲情面了。李嗣源先是下诏削夺高继兴的一切官爵，随后呢安排了2路人马。第一路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刘训为主帅，以中武节度使夏鲁齐为副，统兵4万南下进攻江陵。第二路以东川节度使董璋为帅，以没来得及上任的夔州刺史西方业为副，领兵顺江东下，收复夔中万3州。与此同时呢，李嗣源还派人前往潭州，传令给楚王马殷，让他领兵北上，共讨荆南。按理说这样一个阵容用来对付弱小的荆南实在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这个时候的江陵经过高继兴的加固，已经是一个很坚实的军事要塞。刘训和夏鲁齐率领的主力军来到江陵，高继兴是闭门不战，坚守不出。长江中游暑气逼人，没过多久呢，又赶上大雨连绵。
讨伐军的大营疫病流行，连主帅刘训都病倒了。再加上李嗣源战前的准备并不充分，很快出现了军粮短缺的问题。后唐大军又病又饿，士气随之低落，作战不利。与此同时，另一路唐军表现倒还不错，成功收复了夔、中、万3个州。高继兴处心积虑大半年才抢到手的这个地盘，还没捂热乎，又被人抢了回去。战事进行到这里，后唐对高继兴的讨伐基本上就停滞了，主力军也很快后撤，退回到了襄阳。高继兴一看事情有了转机，马上写信给夏鲁齐，希望可以和后唐恢复宗藩的关系。可是高继兴想要重修旧好的这想法，在传达唐廷以后，李嗣源只给出了大致6个字的最高指示：你丫给我玩去。同时命令夏鲁齐不得与高继兴再有任何书信的往来。后唐是懒得搭理高继兴，可是这个时候想把高继兴按在地上摩擦的已经不止后唐一家势力。天成2年的5月，马楚有一支使团带着明宗李嗣源赏赐的10匹宝马良驹和绝色美人2人，从打洛阳返回长沙。结果在经过江陵的时候，被荆南的一伙人马给劫了去。这使团的一应人员被扣押，美女和骏马被高继兴给笑纳了。这回就轮到马殷火大了。在转1年的3月，马云率军亲征，大败荆南的军队。看到形势不妙高继兴马上遣使求和，并送还了被扣押的使团以及被抢来的骏马和美人。楚军由此半世难归。没过多久，高继兴改换门庭，向东边的好邻居吴国称臣。李嗣源听说了以后就以此为理由，下诏给楚王马殷，命他统兵讨伐。马殷不得已再度举兵进攻荆南。这楚国的大军又一下子杀到江陵城下。高继兴的侄子高从嗣领兵迎击。这高从嗣个性骁勇，单枪匹马冲入楚军的阵营，要求要和马殷的儿子马希范单挑，结果被楚国大将廖匡齐阵前擒斩。高继兴在大惊之下，只能又一次卑躬屈膝，遣使求和。楚军主帅徐德勋同意了停战请求，交差了事，率军办事。哪成想楚国军队前脚刚走，这高继兴后脚马上变脸，派兵奇袭越州，抓住了楚国的越州刺史。这一下给马殷整的信仰都快崩塌了。闹了半天，我被个二赖子给左右了。他还没来得及发兵第3次讨伐，荆南那边有了新的变化。高继兴本人在反复横跳之后，结束了他的时代。天成3年12月15，五代十国时期老一辈赖子界的灵魂人物，备受人民爱戴的杰出领袖高继兴在江陵逝世，享年71岁，谥号武信。高继兴死后他的职位由其长子高从诲继承。关于高从诲的诞生，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高继兴早年时间跟随朱温的时候，有一次打了败仗，在逃亡的途中慌不择路，和他的妻子张氏坠入一处山涧，好不容易游出来，俩人就躲在了河岸下边。张氏当时已经有孕在身，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就靠在河岸一个凹处沉沉睡去。高继兴在这个时候心急如焚，生怕追兵赶到发现自己，又看到这河岸比较陡峭，就拿起手中的宝剑去挖河岸凹处的土石，想要造成坍塌，活埋了妻子张氏和未出世的孩子。突然间这张氏醒了，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座山突然倒塌向自己砸过来，幸亏一个身穿金甲手持长矛的天神及时出现，用身体撑挡住大山，他才得以活命。高继兴一听，觉得这是老天的旨意，不让自己杀妻，
于是呢，又带着张氏急急忙忙逃命，最终呢，双双脱险。几个月以后，张氏诞下一子，这个据说有天神护佑，还没出生就从父亲手中死里逃生的孩子，就是高从诲。这段记载呀，未免有一些荒诞，极有可能是为了抬高高从诲的威望杜撰的。那么高从诲承继父业为一方之主，高氏荆南的国策也在这个时期趋于完善和定型。在治理高氏荆南的期间，高从诲和其父高季兴有相同之处，也小有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则是在于确立了奉事中朝的政策，而且呢，他的手法更为高超和巧妙。像他的父亲一样，高从诲啊，十分重视重用各路人才。史书记载，荆南节度使高从诲姓明达，亲理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朕常谓从诲为郎君。梁震啊，相当于高季兴的头号谋臣。高从诲呢，以兄长之礼对待梁震，梁震呢，则称呼高从诲为郎君。由此可知，二人之间关系十分亲密。而这只是高从诲和众多幕僚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对外政策上，高从诲开始奉行事大以保其国以及交好邻道的双重主张。在其父生前啊，因为触怒后唐明宗而招致讨伐，后来呢，又以三州之地改奉南吴的正朔。这种情况在高从诲一上台就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向。他公开批判自己父亲的外交方针，说唐朝离我们近，吴国离我们远，舍近求远，岂是立国安邦的好办法呢？于是在统一了内部思想之后，他先是派人出使楚国，主动向楚王马殷认错，说马大爷您好，过去啊那都是我们的不对，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今后荆南啊由我主事，那样的错误啊不会再发生了。在取得了楚王马殷的谅解之后，高从诲呢，再请求楚国帮自己传书给后唐。他表示，只要中原不计前嫌，荆南愿意脱离南吴，重新归附。同时呢，高从诲还致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元信，让他上书帮忙求情。到了这一步啊，后唐和马楚啊都有了台阶下。再经过一番协商，这高从诲呢，正式向李嗣源上表称臣，进献赎罪银3000两。李嗣源呢，则承认高从诲为荆南之主。然后高从诲呢，再派人前往南吴，用十分无辜的理由提出分手。由于高家历代祖先啊，都埋在中原，如果继续向吴国称臣，恐怕会祸及祖坟，对不起祖先，实在是对不住。恳请吴主能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咱们啊还是停止往来吧。这之后啊，这南吴虽然做出了一些反应，但是遣兵击之不克。此后双方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奉事中朝是高从诲事大政策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一旦中原政局动荡，形势不稳，他往往能够见机行事，瞄准新目标，寻找下一个靠山。比如在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高从诲呢就曾一边向契丹遣使纳贡，一边呢派人到河东向刘知远劝进。值得注意的是，高从诲的事大称臣并非完全是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后汉天福12年8月，因为后汉高祖刘知远啊没有兑现继位之后就把颍州划归荆南的诺言，高从诲呢直接领兵攻打襄州和颍州，同时断绝朝贡，与中原交恶。不过1年，又主动承认错误，重新奉中原正朔。在扛着奉事中朝大旗的同时啊，高氏荆南没有忽略与其他势力的交往，而是主动与相邻政权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与吴国、南唐、马楚和后蜀之间很少有战事发生。总体而言啊，高从诲的对外政策
是以士大为核心，以交好四邻为辅，相比其父要更加的理性和务实，也更加的灵活和开放，为高氏荆南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那么高从诲实际上是高氏荆南摆脱前期困境，步入平稳阶段的过渡性之主，其所制定的对外政策是高氏荆南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性因素。尽管高从诲治理高氏荆南卓有成效，但是史臣却对他有着不同的评价。这其中欧阳修就直接称其为高赖子，说的是高季兴和高从诲这父子俩常常抢劫各国来往的使者财物，各国来信谴责或者发兵讨伐，又会原封不动的归还财物。南汉、闽、蜀都曾称帝，高从诲呢全都所向称臣，各国呢都称之为高赖子。这种论调说好听点是受到宋人正统观念影响，那么说难听点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单就高氏荆南存在的客观环境而言，在以拳头论大小、兵荒马乱的割据时代，自身实力明显远逊于所有势力。如果还一味的奉行君子大义，谨守先贤的遗训，树气节上名义，不求变通，强硬对抗，那不是什么高风亮节，那是纯纯的作死。最早的时候就1个州，后来好点了呢，保持在荆归峡3个州。3州之地在五代十国只相当于一个小号的藩镇，如果还讲究仁义道德，如何立国呢？4战之地在夹缝中求生存，所向称臣固然不合常理，但却是高氏荆南自亡一方最合适的统治之术，是立足于现实而做出的明智的生存之道，这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到了后汉的乾佑元年11月，高从诲病逝，享年58岁。后汉呢赠其为尚书令，谥号文献。同一年，他被安葬在了江陵的龙山。高从诲之后高氏荆南又立3主，分别是高保荣、高保旭、高继冲。这个时期中原政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后周北宋相继而兴，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氏荆南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高保荣是高从诲的第3子，他前面实际上还有2个兄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俩人并没有成为继承人。高保荣基本上是个守成之主，到宋初建隆元年病逝，终年41岁，谥号真义。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年龄太小，他就把这位子传给了他的弟弟高保旭。高保旭呢长得是眉清目秀，小时候呢身体多病，还有口吃的毛病，但是他的父亲高从诲对他钟爱有加，即便是盛怒之下，只要见到高保旭一定也会释然而笑，因此呢人送外号万世修。到了建隆3年，万世修高保旭一病不起，把大将梁延嗣叫到床前问计，说老梁我怕是要不行了，你帮我看看我这几个兄弟到底有谁能堪当大任，复之后世梁延嗣回答说，公不念真义王乎？先王寝疾，以军府复公，今先王子季冲长矣。这里的真义王指的就是高保旭的哥哥高保荣。那么梁延嗣说这番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想让高保旭把位子传给他的侄子高继冲。那么高保旭听后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呢就任命高继冲判内外兵马诸军事。当年的11月，高保旭病逝，终年39岁，他的侄子高继冲继位。转一年的2月，宋军讨伐湖南张文表叛乱，从荆南街道兵不血刃袭据江陵，高继冲呢开城纳降，高氏荆南自此灭亡。在高氏荆南前后57年4世5主的传承中既有父死子继，也有兄终弟及，大体上都很顺利，没有出现类似
马楚、王闵、南汉等国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现象。荆南的政局呢，相对要稳定得多。从始至终荆南的政权形势是以唐代后期的藩镇体制为基本骨架，文臣武将几乎都是幕府成员。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在藩镇体制的架构之外，高氏荆南多少还体现出了一些王国体制的味道。而作为南方诸国中最小的割据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50余年，从外部环境来看，北方中原王朝无暇南顾，南方各国呢饱经西民，作为各方势力的缓冲地带，这些都为高氏荆南提供了赖以存在的有利环境。此外呢，从其自身而言，政权内部相对稳定，高氏荆南统治者们推行的种种有利举措，对于其自立于一方所起到的作用也同样是不容小视的。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23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关系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